老大楼就会有很多修缮的问题需要去做，最近又在处理那个水真的是不知道是楼上，光是楼上那一间漏下来就还好，结果是楼上也说它也漏，是怎样？管道间管道间这样子大家都漏，然后这真的很好笑，就是我去填那个报修单那边填嘛那个社区要放一本，然后那个就谁有需要谁有填然后这个水电来一起看 ，OK 好填那个报修单，我那一间填18楼然后我的之前13楼都有人填，然后他写的描述的地方跟我一样哇，那很夸张那就是说我这个漏水是不是13楼也在漏？那是不是17、16、15、14、13通通都在漏？那我还不知道是不是19的，19也说那个它有问题，那就往上20、21、22、23，不知道到几楼开始漏下来管道间。那管道间的话又变成是这个大楼还算负责任他们会去查，然后之前就修过一次了，是没跟我收钱但是老大楼问题不是很好处理处理这心情都不是很美丽。房贷一族拼买房，40年的电梯大楼值得买吗？你该知道的贷款陷阱与都更真相。先说结论40年的电梯大楼不是不能买只是买了之后你就要有卖不掉的打算，你大概就是一直收租了。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房贷族有哪些烦恼，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40年的电梯大楼还能买吗？电梯电梯大楼。这一次来聊一个会员问我的问题那他就是因为爸妈年纪大了，有在用那个助行器然后还在爬楼梯那爬楼梯的时候手要抓扶手，然后一阶一阶这样慢慢爬那个助行器老人就一手要扶手，他要怎么吐，然后要弄一只拐杖，这样就觉得很不舍所以要想买一间电梯大楼给这个长辈住，可是荷包又不够深负担是负担得起，只能负担40年的电梯大楼，然后就来问我说应该怎么办你看一片孝心真是一片孝心。那我们就来讲说，如果你要买40年的电梯大楼，你要知道哪些事情那先讲第一个是你会很难卖因为你买这间电梯大楼基本上就大概就不要想脱手了，就算你是买屋龄刚刚好40年等到你要卖45年以上会很难卖掉。如果你在双北的话，以这种40几年的电梯大楼，你还有机会等都更双北尤其台北市但是你在双北以外，你看那个大楼都更谁要做？那个透天都更就很难瞧很难谈了更何况到这个大楼那边去但是反正双北就是这样这个你敢等还是有机会。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大楼的奖励容积的问题还没有被解掉，然后整栋大楼你户数那么多，除非你的地段是超级好，然后你那个邻居都没差都 OK 都是继承的自己都不住里面，那才会好谈，不然建商怎么会有利可图？否则应该都是你要被都更都下去，应该都是附近的公寓一定会比这个大楼的进度更早。那再来你要知道，不建议用新青安像这位会员的状况是说，他买给他爸妈住，他自己是有一间那个电梯2房可以住啦，因为工作关系就没住在一起，所以等他爸妈离开了以后，他应该不太可能会搬回这个什么40年电梯大楼等他爸妈离开，可能屋龄已经到什么56、57年的电梯大楼了。那这样一来的话，这间房子的用途剩什么？大概就是收租了所以你用新青安就怎样办？不能出租嘛，就会被卡住，所以不要去用新青安然后我知道这个时候就会有人问了，40年的电梯大楼谁要租啊？谁敢住啊？我跟你说你没有亲眼看到你不相信租客是真的没差。因为在高雄有一间电梯大楼住商混合啦，屋龄50几、53还54，电梯我去看过那个真的是它公共区域是还好就是鸟但是电梯也是脏脏旧旧乱乱的这样然后那个走出去的公共场所是还好就是50几年的电梯大楼。然后我去看的时候就有租客，那一看就是租客就是年轻的小女生然后就这样子一起搭电梯然后我要出来的时候又遇到另一组年轻的小女生提了东西，这样提了垃圾要去倒就可以就可以。你没有看过你不相信就想说40年以上的电梯还有人敢住，就真的。那我的观察是租客怎样？租客真的没差证据是什么？来，你看591上面，就是你要租房子，你去点那你的搜寻栏位里面，你有没有发现
没有屋龄可以选呢，对不对？哦，证明什么？证明就是说啊，租客好像没差哦。当然啦，你说有屋龄20年跟屋龄40年哦，价钱一样，有得选当然选20年的但是就你自己看591那个出租的地方他没给你选那个大楼的屋龄就表示什么？表示市场中的租客就真的还好就真的还好租客最在乎的还是什么？价格跟地段，就这样了。那个屋龄被排到很后面去了，我们又会整理房子，所以我们的40年电梯大楼那个门一打开不是废墟呢而是打开来哇，好棒好漂亮那租客就 OK 了。这你没看过你不相信，我就想说这什么楼梯间都是壁癌那公共空间又脏又乱这样真的 OK 吗？ OK 就是租客只要门打开自己家漂亮就好了。最后你要知道谁能买40年的电梯大楼？我们最后来讲你很可能没有办法去买40年的电梯大楼因为银行贷款的内规嘛，屋龄加贷款人的年龄不得超过75或85还是放宽后那这间房子屋龄都怎样40了，就算是最宽松的标准，就变成说你的年龄不能够超过45岁，这也是要注意的事情。那现在的政策环境又变成贷款那么的紧，银行都是从严处理。我会看先猜，如果你年纪超过45，然后你要买个什么40年的电梯大楼，还是会放给你但是你那个贷款成数，即使你是首购，你应该都拿不到80%，应该可能就我会看先猜应该50%，或者是贷款的年限会被打折，只能给你个20年之类的。所以你算一算，会更青睐这个屋龄比较轻的电梯大楼那你都这样想了，你要是给他买一个屋龄40几年，未来你要卖屋龄快50的，你的买方也是这样想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换言之，如果你现在不到30，你想要买这个40年的电梯大楼，我会说可以考虑，看你是要自住还是就是直接不用新签就买来收租这样，然后慢慢放你还那么年轻你一定等得到了，就算不是等到建商来敲门，你也是等到那个危老的强制都更。可是我再说一次，大楼还是有大楼的问题尤其是屋龄那么老的大楼，就是你要有能力整理房子不是说你要是水电师傅那么专业那么厉害，而是老大楼就会有很多修缮的问题需要去做，最近又在处理那个水真的是不知道是楼上，光是楼上那一间漏下来就还好，结果是楼上也说它也漏是怎样？管道间管道间这样子大家都漏，然后这真的很好笑，就是我去填那个报修单那边填嘛那个社区就放一本那个就谁有需要谁有填然后这个水电来一起看 OK 好，填那个报修单，我那一间填18楼然后我的之前13楼都有人填，然后他写的描述的地方跟我一样哇那很夸张那就是说我这个漏水是不是13楼也在漏？那是不是17、16、15、14、13通通都在漏？那我还不知道是不是19的，19也说那个它有问题，那就往上20、21、22、23，不知道到几楼开始漏下来管道间。那管道间的话又变成是这个大楼还算负责任他们会去查，然后之前就修过一次了，是没跟我收钱但是老大楼问题不是很好处理处理这个心情都不是很美丽，但是就是这样走太远了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5个 go 加这个赖
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萧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故事讲故事，跟你分享一位会员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我这里好像变成，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个天主教不是会有像忏悔式的东西吗？就是会来跟我分享那个这些买房的心路历程或是什么然后经过同意我会名字打马赛克然后故事情节调整一下来做分享，因为都很有意义的故事。你可以看到一个挣扎就是一个奋斗挣扎，就是跟你分享。这是他讲的是阿肥的故事阿肥阿不一那阿肥那天从医院接妈妈回家，虽然只是从3楼搭电梯到1楼但是这段路却让他七上八下。因为刚才在诊疗间医生跟他讲说你最好是在家里要装一些扶手，不然怕妈妈会跌倒，年纪有到了很容易跌倒，尤其晚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那个昏昏沉沉的状态。但是阿肥之前想都没想过要买房子然后他就看到他妈妈握着助行器就跟他笑说，哎呀，早知道就是年轻的时候多存一点钱现在就有电梯大楼可以住了这句话就像针一样就扎进他的心里。于是阿肥就开始积极的看房子。他从来没有想过要买房也没有什么存钱的计划，他预算就很有限，可是又不想要让妈妈再爬楼梯住公寓所以他就把目标锁定在只要有电梯就好了老大楼没关系，看一看都是40年以上的问题。那网络一查发现会遇到一大堆状况，就贷款的年限基本上是被银行砍的，那都更也是遥不可及，然后邻居出入复杂等等有的没的，可能会卖不掉等等。那他就想说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后来独自自己去看了第一件物件，那个大楼的外墙看那个照片就是很夸张仲介就跟他讲说这个社区外观是长这样，但是它的保养是蛮好的，电梯去年有大修过，这最贵的东西有大修过，你现在买是划算的。他去了电梯，叮那个电梯门一打开确实有贴保养记录，看起来是有在定期保养，而且有点夸张，是2个礼拜就保养一次。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保养反正就是2周一次这样。只是那个电梯也是让他很怀疑说，哇，那这是有点夸张修是修，但是车厢没换过，看起来还是很古老这样如果电梯真的就坏了，这管委会这么老的大楼会有钱可以修吗？那回家之后那他就脑中乱成一团又跳出一则消息被他看到，都更卡10年，住户打官司。反正他就想一想说，这个到底是该怎么办。后来他又带了妈妈去看了另一间人家介绍的说这间屋龄比较高，但是价格很便宜，也是有电梯，42年这次这个老社区在门口就有做轮椅坡道。那电梯是旧的，但是看起来好很多至少灯光就比较明亮，而且那个里面贴的单子欠缴管委会的情况没有很多。那管委会的主委是一个蛮热心的欧巴桑就拉着他们去参观地下室的配电室。他说每年都会有技师来检查老旧的零件遇到就是要换他们也知道房子老，所以要换这些东西是很积极的。那他听了心里比较安心那回到家里以后，他妈妈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太勉强，真的不行的话，那我们去租房子住就好，租电梯大楼就好。他想一想就跟他妈妈说，没关系，我会处理好他已经暗自做下决定，就那件42年就给他签下去那最后银行是怎样跟他说，屋龄42年，贷款的年限只能给到20年，而且成数最多是6×5。那阿肥这时候想起这个妈妈步行器的样子然后走路这样子，用到
公寓1楼先放好步行器，换旁边的拐杖，这样突上去，又怕摔倒，反正他就是深吸了一口气就签名，就给他签下去，就买那间房子。搬完家以后，妈妈就坐在新的客厅那边看电视，就笑着跟阿肥说，有电梯真的很好，很方便很舒服这样。那阿肥也笑着跟他回答，妈妈开心我就开心。最后他跟妈妈说去楼下散散步，等一下就回来。其实他是跑去接 Uber 外送的订单因为怎样，他还要去凑在家里装扶手的钱，买这个房子就榨干他了。他也想要再帮妈妈花钱弄一个干湿分离的厕所，最好能无障碍，不想要让他不小心在浴室里面摔倒，一片孝心。当他跨上机车的时候，他自己跟自己说，没关系，我就再多跑几趟，这个家就更安全了。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吧？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泸州，他们店在泸州，泸州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HANYI 汉一。